修罗殿废墟之上，血色迷雾如粘稠的血浆翻滚。桑天阳喷出的精血浸透了手中那枚古朴令牌，令牌表面刻满的狰狞鬼面纹路骤然亮起，每一道沟壑都渗出猩红流光，如同活物般扭曲蠕动。大地的裂缝中，先是传来沉闷的撞击声，仿佛万千战鼓在地底雷动，紧接着，无数覆盖着暗紫色鳞甲的手臂猛地破土而出，指甲撕裂岩层的声响刺耳欲聋。修罗卫，起阵！桑天阳的声音嘶哑如破旧风箱，失去双臂的肩窝处血沫翻涌，但他眼中却燃烧着最后的决绝。数以千计的身影从裂缝中爆起，每一尊修罗卫都足有3丈高，通体覆盖着流淌着血色纹路的玄铁战铠，头盔下没有面孔，只有2团跳跃的幽冥鬼火。他们手中的长戟尖端吞吐着黝黑毒雾，斧一出现便裂成玄奥战阵，戟尖起指半空的天元阁阁主，形成一股足以撕裂云层的恐怖杀意。战阵运转间，地面的血色雾气被强行抽离，凝聚成一道环绕修罗卫的血色光带，光带中隐隐浮现出无数痛苦扭曲的面孔，皆是修罗殿历代战死的阴魂。天元阁阁主悬浮在血雾顶端，被血尸控制的瞳孔中没有任何情绪，只有对生命的绝对漠视。他甚至懒得低头去看那些修罗卫，只是随意抬起被血尸能量包裹的右手，指尖溢出的血光骤然化作万千血色飞针，每一根飞针都裹挟着腐蚀万物的腥臭气息。嗡！飞针暴雨般落下，首当其冲的修罗卫阵列瞬间爆发出刺目紫光，战阵核心的光带猛地将飞针群挡在3丈之外，但血色飞针却如同复古之躯，层层叠叠地啃噬着战阵光壁。咔嚓咔嚓的碎裂声中，前排的修罗卫突然集体单膝跪地，头盔下的鬼火剧烈闪烁，他们体内的能量正在被飞针强行抽离。愚蠢的挣扎！天元阁阁主的声音混杂着男女2种腔调，尖锐而冰冷，血尸之力岂是尔等凡俗战阵能抵挡？他手腕翻转，血光飞针陡然加速，不再攻击战阵，而是精准地刺入每一尊修罗卫的铠甲缝隙。第一尊修罗卫的鬼火骤然熄灭，玄铁战铠寸寸断裂，露出里面早已腐朽的躯体。紧接着便是第2尊、第30尊，整个修罗卫阵列在数息之内便如同被多米诺骨牌，成片成片的化为飞灰。唯有那柄柄长戟落地时发出沉闷的金属碰声，在死寂的战场上显得格外刺耳。桑天阳看着自己赖以保命的修罗卫如同蝼蚁般被屠杀，喉头涌上一股腥甜。他想起这些修罗卫是修罗殿耗费千年心血炼制的战魂兵器，每一尊都承载着一位大能的残魂，如今却在敌人手中化为齑粉。不！他发出困兽般的嘶吼，残存的身躯剧烈颤抖，丹田处的精血再次不受控制地沸腾起来。就在此时，2道漆黑如墨的流光撕裂血雾，正是之前从陈平体内失控的2尊武士，他们周身缠绕着浓郁的死亡气息，手中的玄黑色战斧在虚空中划出扭曲的轨迹，斧刃上浮现出古老的符文，正是陈平之前收服的那2尊上古战魂。此刻他们不再受陈平控制，而是被修罗殿深处的某种力量牵引，径直扑向天元阁阁主。天元阁阁主终于有了一丝反应，他侧头看向那2尊武士，被血尸侵蚀的脸上露出一丝疑惑。你们2个家伙还没死掉，不过现在想要镇压我们已经不可能了。天元阁阁主的口中同时出现了一男一女的声音，很明显这2尊武士是来镇压这2具血尸的。话音未落，2尊武士已同时挥动战斧，左边的武士斧势刚猛，斧锋所过之处，空间泛起水波般的涟漪，一道漆黑斧芒直劈阁主头颅。右边的武士斧势阴柔，斧刃上的符文亮起，化作一张笼罩天地的黑色巨网，试图困住阁主身形。2股截然不同的力量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个微型的能量风暴，
连周围的血色雾气都被强行排空。天渊阁阁主冷哼一声，不再轻视。他双掌合十，胸前突然浮现出一个血红色的漩涡，漩涡中伸出一只覆盖着青色鳞甲的手臂，正是血尸的手臂。那手臂的速度快到极致，在半空中留下数十道残影，先是一掌拍在左边武士的腹芒上，砰一声爆响，腹芒寸寸碎裂，左边武士被震得连连后退，身上的黑气瞬间暗淡了3分。紧接着那手臂五指张开，竟直接抓住了右边武士的黑色巨网，指甲划过符文的声音如同金属摩擦，巨网瞬间崩解，右边武士发出一声无声的咆哮，身形剧烈晃动。区区战魂也敢在本座面前放肆？天渊阁阁主的声音中带着一丝戏谑。血尸的手臂猛地握拳，2道漆黑能量束从拳心射出，精准地击中2尊武士的眉心。噗，2尊武士的身体如同被戳破的气球，黑气狂涌而出。他们试图凝聚身形，斧刃上的符文却在血尸能量的侵蚀下寸寸湮灭。左边的武士最后看了一眼桑天阳的方向，眼中的鬼火彻底熄灭，化作一道黑气消散。右边的武士发出一声不甘的嘶吼，身体也随之崩解，唯有那2柄玄黑长斧坠落在地，斧刃上的符文已完全消失，变成了2柄普通的黑铁斧。不，连他们都……桑天阳看着2尊武士湮灭，心中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破灭。他知道这2尊武士是陈平在古遗迹中收服的上战魂，如今连他们都被轻易斩杀，修罗殿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还要反抗吗，桑天阳？天渊阁阁主缓缓落下，血尸的手臂缩回体内，他俯视着桑天阳，眼中闪烁着贪婪的光芒。交出修罗血晶，本座可以让你死得痛快点。桑天阳惨笑一声，咳出的血沫在胸前凝成一朵妖异的血花。他突然抬起头，眼中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光芒。修罗殿，还有最后一张底牌。他猛地咬破舌尖，喷出一口蕴含着本源精元的精血，精血在空中化作一道血色符印，印向修罗殿深处那座早已坍塌的祖祠废墟。修罗列祖列宗在上，不孝子孙桑天阳，恳请老祖临世。话音落下的瞬间，祖祠废墟下传来一声震彻天地的咆哮，一股古老而威严的气息冲天而起，撕裂了笼罩修罗殿的血色迷雾。大地剧烈震动，一尊由无数白骨堆砌而成的巨大身影从废墟中缓缓站起，白骨身上覆盖着残破的金色龙袍，头颅上的眼窝中燃烧着2团足有磨盘大小的金色火焰，正是修罗殿传承万载的老祖残魂。老祖的声音如同万鬼齐鸣，在天地间回荡，何人敢犯我修罗殿？天渊阁阁主眼中第一次露出凝重之色，他能感受到这尊白骨巨人身上蕴含的恐怖能量，那是几乎超越了散仙境的古老力量。有点意思，居然把这老东西的残魂唤醒了。他舔了舔嘴唇，血尸的力量在体内疯狂流转，但残魂就是残魂，也敢出来送死。老祖没有说话，只是抬起白骨巨掌，朝着天渊阁阁主猛地拍下。掌锋未至，下方的大地已被拍出一道深不见底的沟壑，空气被压缩成肉眼可见的冲击波，将周围的残垣断壁全部碾成齑粉。天渊阁阁主不闪不避，双手结印，身前突然浮现出一口巨大的血色棺椁，正是之前封印血尸的那口。棺椁盖子猛地打开，一股令人灵魂战栗的恶臭喷涌而出，棺内伸出无数血色触手，缠绕在阁主身上，形成一道坚固的血色护盾。轰！白骨巨掌狠狠拍在血色护盾上，整个修罗殿遗址剧烈晃动，天空中乌云翻滚，电闪雷鸣。血色护盾上出现无数裂纹，但终究是挡住了这一击。天渊阁阁主闷哼一声，嘴角溢出一丝鲜血，眼中却露出兴奋的光芒。果然有点本事，
但这就是你的全部了吗？他双手猛地插入血色棺椁，棺内传来一声凄厉的嘶吼，一股更加庞大的血尸能量被他抽出，化作一道血色光柱射向老祖。光柱所过之处，空间如同玻璃般碎裂，老祖的白骨身躯被光柱击中，发出咔嚓咔嚓的碎裂声，眼窝中的金色火焰剧烈摇曳，几乎要熄灭。不，老祖！桑天阳目眦欲裂，他能感觉到老祖的残魂正在飞速消散。老祖发出一声悲怆的咆哮，白骨身躯猛地炸开，化作无数骨刃射向四面八方，试图与天渊阁阁主同归于尽。但阁主只是随手一挥，血色触手便将所有骨刃搅碎，连一丝涟漪都未激起。老祖的残魂彻底湮灭，天地间那股古老的威压也随之消失。天渊阁阁主缓缓走向桑天阳，每一步都踩在修罗殿弟子的尸体上，溅起的血花染红了他的衣袍。现在你的手段用完了，他的声音冰冷刺骨。最后问你一次，修罗血晶在哪里？桑天阳看着四周堆积如山的尸体，看着父亲留下的断臂残垣，眼中最后一丝犹豫也消失了。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任何退路，想要修罗血晶，那就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他猛地挺直身躯，原本暗淡的眼神突然变得无比明亮，丹田处的精血不再燃烧，而是疯狂凝聚，形成一个刺眼的血色光球。修罗殿，宁死不屈！天渊阁阁主瞳孔一缩，他没想到桑天阳竟然选择自爆丹田，找死！他猛地后退，同时祭出血色棺椁挡在身前。轰！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响起，桑天阳的身躯化作一团血色蘑菇云，恐怖的能量冲击波以他为中心向四周扩散，将周围的建筑残骸、尸体碎片全部卷上天空，形成一片血肉模糊的风暴。血色棺椁在冲击波下剧烈震动，表面出现了无数细密的裂纹。天渊阁阁主也被震得气血翻涌，嘴角再次溢血。然而当爆炸的光芒散去，天渊阁阁主拨开面前的血雾，看到的却是空荡荡的废墟。桑天阳的自爆虽然威力巨大，却未能伤及他的根本，只是将修罗殿最后的尊严炸得粉碎。愚蠢的家伙！阁主冷哼一声，目光扫向修罗殿中心那座早已坍塌的祭坛。看来只能我自己去找了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青色流光撕裂天际，陈平终于赶到了。他看着眼前尸山血海的场景，看着地面上残留的自爆能量波动，看着不远处那具被血尸控制的天渊阁阁主，眼中瞬间布满了血丝。父亲！桑兰发出一声悲愤的嘶吼，他能感受到自己父亲的气息已经彻底消失。霍晶晶、莫青云和霍风也随后赶到，看到眼前的惨状，三人皆是脸色煞白。霍晶晶捂住嘴，眼中泪光闪烁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整个修罗殿早已经成了尸山血海，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了。莫青云和霍风也都被眼前一幕给吓住了，实在是太惨了。桑兰只感觉眼前一黑，直接晕死了过去。莫青云见状，扶着桑兰，不断在他体内打入一道道仙气。桑兰悠悠转醒，看着莫青云，直接哭了出来，我没家了，我没有家了。陈平看着桑兰的样子，额头的青筋凸起，眼中早已布满了杀意。天渊阁阁主转过身，看向陈平，被血尸控制的脸上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。哦，你终于来了。陈平，正好把你一起解决了，省得麻烦。陈平没有说话，他缓缓祭出斩龙剑，剑身发出嗡嗡的鸣响，青色剑气在他周身环绕，形成一道凌厉的气场。他能感觉到体内的力量在沸腾，看到桑天阳的牺牲，看到修罗殿的惨状，一股前所未有的愤怒正在燃烧。你杀了桑殿主，毁了修罗殿。陈平的声音冰冷得如同万年玄冰，今天我要你血债血偿。话音未落，
陈平已化作一道青虹扑向天渊阁阁主。斩龙剑带着开天辟地的威势，劈出一道长达1000丈的青色剑气，剑气所过之处，空气被硬生生切割开，留下一道漆黑的空间裂缝。天渊阁阁主不屑地哼了一声，血尸的力量在体内运转。他伸出手掌，掌心的血红色漩涡再次出现，轻松接住了那道青色剑气。剑气在漩涡中疯狂旋转，最终化作点点青光消散。就这点本事？阁主嘲讽道，同时主动出击，身形一晃便出现在陈平面前，五指成爪，抓向陈平的心脏。他的指甲泛着青黑色，显然沾染着剧毒。陈平眼神一凝，不退反进，斩龙剑迅速回防，挡在胸前。当金铁交鸣之声震耳欲聋，陈平只觉得一股巨大的力量传来，手臂瞬间发麻，整个人被震得倒飞出去，在地面上离出一道深达数丈的沟壑。陈平！霍晶晶惊呼一声，想要上前帮忙，却被莫青云拉住。别去！莫青云脸色凝重，那家伙太强了，我们上去只是送死。陈平稳住身形，擦了擦嘴角的血迹，眼中的战意却更加浓烈。他知道正面硬拼自己不是对手，必须动用更强的力量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右手猛地一挥，一张古朴的长弓出现在手中，正是神王弓。神王弓一出现，整个天地的能量都开始疯狂涌动，弓身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芒，弓弦上缠绕着丝丝缕缕的法则之力。陈平将煞气注入弓中，左手虚握，一支由道纹煞气凝聚而成的金色剑矢出现在弓弦上。这是上古神弓。天渊阁阁主眼中第一次露出忌惮之色，他能感受到那支剑矢上蕴含的恐怖能量，那是足以威胁到他的力量。陈平没有给对方反应的时间，他拉开弓弦，对准天渊阁阁主，眼中闪过一丝决绝。去死！金色剑矢离弦而出，瞬间化作一道金色流星，速度快到极致，连空间都无法束缚它的轨迹。剑矢所过之处，留下一道燃烧着金色火焰的轨迹，空气被点燃，发出噼啪的爆响。天渊阁阁主不敢怠慢，他猛地将血色棺椁祭出，挡在身前，同时调动全部血尸能量注入棺椁。血色棺椁瞬间数倍，表面浮现出无数诡异的符文，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死亡气息。轰！金色剑矢狠狠射在血色棺椁上，爆发出比桑天阳自爆更加恐怖的能量冲击。血色棺椁剧烈震动，表面的符文寸寸碎裂，棺盖上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，黑色的湿气从裂缝中疯狂涌出。天渊阁阁主被这股冲击力震得连连后退，手臂上的血尸鳞片都剥落了数片，露出下面苍白的皮肤。然而神王剑虽然强大，却依然没能彻底摧毁血色棺椁，更没能伤到棺后的天渊阁阁主。天渊阁阁主咳嗽了几声，擦掉嘴角的血迹，眼中露出怨毒的光芒。很好，陈平，你成功激怒我了。陈平看着手中的神王弓，弓弦已经变得有些暗淡，显然刚才那一剑消耗了他大量道纹煞气。他知道神王弓虽然强大，但也无法轻易击败被血尸控制的天渊阁阁主，更何况陈平也没办法长时间使用神王弓。怎么办？陈平？霍晶晶焦急地问道。陈平咬紧牙关，眼神变得无比坚定。他知道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选择了，那就是再次请求赤云魔君附体。现在陈平的肉身能够承受赤云魔君动用大部分实力了，到时候这天渊阁阁主就跟蝼蚁一样，轻易就弄死了。前辈，陈平喊了一声，是不是该我出面了？赤云魔君打了个哈欠问道。我弄不住这家伙，还是前辈出手吧。陈平说道。话音刚落，陈平体内的赤云魔焰再次熊熊燃烧起来，一股霸道至极的力量从他丹田处爆发，瞬间席卷全身。他的头发无风自动，
化作燃烧的赤红色，双眼变成纯粹的黑色，瞳孔中跳跃着2团魔焰。赤云魔君的声音在他脑海中响起，带着一丝戏谑和兴奋。哈哈哈，终于又能活动了，就让本君看看这血尸到底有何能耐。随着赤云魔君的力量涌入，陈平的气息呈几何倍数增长，散发出的魔气与阁主身上的湿气在空中碰撞，形成一股狂暴的能量乱流。他再次举起斩龙剑，这一次剑身不再是青色，而是覆盖上了一层燃烧的魔焰，剑刃上的纹路仿佛活了过来，不断吞吐着黑色的魔气。天渊阁阁主，陈平的声音变得低沉而沙哑，混合着赤云魔君的威严，准备好迎接你的末日了吗？天渊阁阁主看着眼前判若两人的陈平，感受着那股丝毫不弱于自己的恐怖魔气，被血尸控制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真正的恐惧。他知道眼前这个年轻人才是真正的威胁。杀！陈平率先发动攻击，身影一闪便消失在原地，下一秒已出现在天渊阁阁主面前。斩龙剑带着焚天灭地的魔焰狠狠劈下，这一剑蕴含着赤云魔君的无上魔力，带着毁灭一切的意志。空气在剑刃前被强行点燃，形成一道燃烧着的黑色轨迹。天渊阁阁主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拼尽全部力量催动血色光果，同时血尸的力量在他体内暴走，整个人化作一团巨大的血色光球，迎向陈平的斩龙剑。扑哧，剑刃劈开血色光球，斩在血色光果上。这一次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声，只有一声沉闷的撕裂声。赤云魔焰疯狂侵蚀着血色光果，棺盖上的裂痕迅速扩大，咔嚓一声，整个棺果彻底碎裂，化作无数血色碎片消散在空中。天渊阁阁主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，失去了血色棺果的保护，他直接暴露在陈平的剑下。斩龙剑的魔焰瞬间包裹了他的身体，开始疯狂燃烧他体内的血尸能量。不，血尸大人，救我！天渊阁阁主绝望地嘶吼着，试图召唤血尸之力，但赤云魔焰如同复古之躯，死死压制着他体内的尸气。陈平眼中没有任何怜悯，他想起桑天阳的牺牲，想起修罗殿的惨状，手腕翻转，斩龙剑带着熊熊魔焰从阁主的头顶直劈而下。啊！凄厉的惨叫声响彻天地，天渊阁阁主的身体在赤云魔焰中寸寸燃烧，化作飞灰，最后连他体内的血尸残魂也被魔焰彻底焚烧殆尽，空中只留下一丝淡淡的血腥味和焦糊味。风渐渐停了，陈平收回斩龙剑，身上的赤云魔焰缓缓退去，他大口喘着气，脸色苍白如纸，显然借用魔君力量的代价极大。他看着眼前的废墟，看着遍地的尸骸，眼中充满了疲惫和悲伤。霍晶晶等人连忙上前扶住摇摇欲坠的陈平。陈平，你没事吧？霍晶晶担忧地问道。陈平摇了摇头，目光投向修罗殿的方向，声音沙哑，我没事，只是修罗殿。莫青云叹了口气，轻声道，先看看有没有幸存者吧。一行人在废墟中搜寻，最终只找到了几名重伤昏迷的修罗殿弟子，全都奄奄一息。陈平看着悲伤的桑兰，又看了看远处桑天阳自爆留下的痕迹，心中五味杂陈。虽然斩杀了天渊阁阁主，但修罗殿却已经毁了，桑天阳也永远离开了。桑兰缓缓起身，随后朝着陈平深深鞠了一躬。陈先生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为修罗殿，为了我父亲报仇。桑兰虽然很伤心，但对于陈平还是很感激的。桑姑娘，我若是能早点来，或许桑店主不会死。陈平有些自责，这都是命，跟你没有关系。桑兰摇了摇头。那你接下来怎么办啊？陈平担忧地问道。桑兰望了一眼早已经成为废墟的修罗殿，还有那堆积如山的尸体，一时间陷入了迷茫之中。
我想重振修罗殿。片刻之后，桑兰说道：就你自己？陈平眉头微皱。桑兰的实力要想重振修罗殿，怕是比登天还难。还有我。这时，一道人影从天际缓缓而来。当人影靠近，陈平不由得一愣，桑兰也是有些意外。大长老，桑兰惊讶地喊道：大小姐，修罗殿被毁，我们有责任重振修罗殿。从今以后，我会誓死辅佐大小姐重振修罗殿的。说完，大长老扫了一眼那些尸山血海，眼神中满是热泪。桑兰用力地点了点头。有了大长老的辅佐，重振修罗殿指日可待。陈平和莫青云他们离开了。重整修罗殿的事情，陈平也帮不上什么。接连附体给陈平的肉身带来很重的创伤，所以陈平还需要继续去镇魔塔中休养。幸好有镇魔塔，陈平就算是休养1年，在外界也不过短短数日罢了。回到八殿，陈平直接进入镇魔塔开始休养了。可就在陈平休养的时候，二重天的局势在修罗殿覆灭与天渊阁阁主陨落之后，彻底陷入了混乱。往日维持平衡的2大巨头轰然倒塌，各方势力如同嗅到血腥味的鲨鱼，纷纷露出獠牙。墨家还有八殿也不得已被卷入了纷争之中。要想在二重天存活，就必须要抗争才行。二重天彻底乱了，一些蛰伏已久的散修联盟也妄图在这场纷争中分得一杯羹，资源的争夺变得愈发激烈。往日繁华的城池沦为战场，哀嚎声传遍二重天的每一个角落。镇魔塔外，莫青云与霍晶晶每日都守在塔前，心中满是担忧。现在二重天这么乱，他们2人也不知道各自家族的命运会是什么样，也不知道陈平什么时候能够休养好了。而胡麻子则趁着二重天大乱，时不时的去外面解救几个女修，美其名曰英雄救美，其实就给自己找乐子。那些女修被救，也对胡麻子感恩戴德，顺理成章地献出身体。3日后，镇魔塔剧烈震动起来，一道道璀璨的光芒从塔中迸发而出，塔顶绽放出耀眼的光芒，化作一道光柱直冲云霄。莫青云等人连忙退到一旁，只见一道身影裹挟着强大的威压缓缓走出。陈平一袭布衣，发丝随风飘动，周身萦绕着若有若无的仙气。他的眼神变得更加深邃，举手投足间都散发着令人心悸的气息。此时的他境界已经达到了散仙境5品，实力远超散仙境巅峰强者。他轻轻挥了挥手，镇魔塔便化作一道流光，没入他的储物戒中。陈平竟然又提升了境界，这速度堪比坐火箭了。陈平，霍晶晶率先反应过来，朝着陈平飞奔而去。莫青云虽然也十分欣喜，但还是保持着一贯的优雅，快步跟在后面。我没事。陈平微笑着看着2人，声音温和却充满力量。他转头望向远处那硝烟弥漫的天空，眼神瞬间变得冰冷。二重天这是怎么了？莫青云跟着陈平讲述了一番。这时陈平才知道整个二重天已经乱了，天渊阁和修罗殿同时倒塌，使得一些早已按耐不住的势力躁动起来，二重天也该安静下来了。陈平淡淡的说道。此时霍昭带着八殿的人在八殿周围已经连续血战2日了，很多势力都想抢夺八殿的资源，占据八殿地盘。霍昭，我早已知道你背叛神殿，如今神殿不再管你了，我看你还是乖乖让出地盘，拿出资源滚蛋吧。一名散仙境6品的黑衣老者神情得意地对着霍昭说道。在这黑衣老者身后则是上万修士，一个个手持兵器，气势宏大。反观霍昭身后不过几十名八殿弟子，实力相差悬殊。不过霍昭知道陈平还在塔内休养，这个时候若是让这些人打扰，搞不好陈平会走火入魔的。除非把我八殿之人都杀了，否则我们绝不会认输的。霍昭满脸决绝地说道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不要怪我了。黑衣老者冷哼一声，就要动手。可还没等他动手，
突然一股恐怖狂暴的气息从八殿之中散发出来，紧接着陈平带着莫青云还有霍晶晶走了出来。就你也想打八殿的主意？陈平不屑地看着那黑衣老者，你是什么人？一个散仙境5品而已，也敢这样跟我说话？黑衣老者仗着自己散仙境6品的境界，压根瞧不起陈平。陈平只是一笑，并没有再搭理他，而是看向一旁的霍昭道：岳父，这些人交给我了。霍昭点了点头，陈平的境界又提升了，眼前这黑衣老者根本不是对手。姐夫，弄死这些家伙，让他敢打我八殿的主意。霍风见到陈平来了，也胆子大了起来。你看好了，要好好学。陈平对着霍风说道。哼，狂妄的小儿，看来不让你见识下老夫的厉害。你不知道什么叫天高地厚。黑衣老者见陈平无视自己，顿时勃然大怒。只见黑衣老者口中念念有词，突然天地间直接裂开，随后无数的紫色雷电从天而降。这些雷电犹如水桶般粗细，整个天地都被笼罩，无数人感觉到十分的压迫。霍昭带着八殿之人不断向后退去，而陈平只是淡淡一笑，望着那紫色雷电，却没有任何的动作，眼神中满是轻蔑之色。那些紫色雷电在到了陈平面前的时候，突然直接消失了，就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。看到这一幕，所有人都是一愣，而那黑衣老者也是眉头一皱，好小子，果然有两下子。说完，黑衣老者大喝一声，万法之道。伴随着黑衣老者的大喝，他身后的上万名修士齐刷刷地朝着虚空挥出自己的武器。虚空之中，这些武器在不断融合，最后化作一柄巨大无比的神剑。这柄神剑可是蕴含了上万修士的仙法之力。而就在这时，陈平手里的斩龙剑迸发出金光，紧接着顺势一斩，刹那间，上万名修士的脑袋齐刷刷地冲天而起，那景象极其的壮观。而凝聚成的那柄神剑，也在上万修士被斩杀的同时，瞬间变成了一道光芒消失。看到这一幕，霍昭等人都懵了。姐夫牛逼！霍风兴奋地大喊着。陈平手掌一招，上万储物袋凭空而起，随后全都落入陈平手中。岳父，这些资源你收下，八殿以后用得到。陈平并没有自己要那上万储物袋，而是全都给了霍昭。霍昭满脸兴奋，接过那上万储物袋，连连夸赞道：好贤婿，好贤婿。说完，霍昭看向霍晶晶道：女儿，晚上的时候你可要把陈平给伺候好了，多换两姿势。爸，霍晶晶脸红了。而此刻，那个黑衣老者如同木偶一样站在原地，呆呆地看着陈平，人都傻了。一剑斩万人，这是一个散仙境5品修士能够做到的吗？你还有什么本事，尽管使出来吧。陈平看向黑衣老者说道。没了，我投降。黑衣老者颤抖着说道。他已经绝望了，在那上万修士的脑袋齐齐飞起的那一块，他就绝望了。陈平压根不是他可以抗衡的。我不需要你投降。陈平摇了摇头。你知道为什么刚刚我没把你跟着那上万修士一起斩杀吗？黑衣老者摇了摇头，不知道。因为我要斩草除根，告诉我你的家在哪。陈平说道。霍昭听后顿时无语了。霍风则是哈哈一笑道：姐夫牛逼，就应该这样。而那黑衣老者直接呆住了。杀人就杀人，怎么还问家人？又没有深仇大恨，至于斩草除根吗？我没家。黑衣老者说道。可话音刚落，黑衣老者的身体瞬间爆开，神魂直接覆灭了。这时莫青云突然脸色一变，不好，我父亲他们遇到危险了。莫青云身上的玉佩此刻在不断闪烁着红光。走！陈平说完，直接拉着莫青云消失在了天际。陈平在二重天已经是无敌的存在了，所以不用再有丝毫的顾虑。他现在的实力就是完完全全可以装逼了。
陈平和莫青云赶到墨家的时候，墨家已经被密密麻麻的修士包围。莫无极脸色十分难看，带着墨家弟子给莫青云发出了最后的诀别。墨家众弟子听令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战了，你们要记住，宁可杀身成仁，也绝不能投降。莫无极做着最后的动员，所有墨家弟子全都点了点头。就在他们准备拼命的时候，突然天际一道恐怖的气息快速而来，轰！只见一声巨响，所有墨家周围那些围攻的修士全都身体爆炸，神魂俱消。莫无极带着墨家众人呆呆地望着眼前一切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更加不知道刚刚那恐怖的气息从何而来。家主，这不会是神明庇佑，是我们墨家以前的先祖显灵了吧？有墨家子弟震惊地说道。什么墨家先祖？是陈平。这时莫青云的声音传来，紧接着陈平和莫青云的身形出现了。青云看到莫青云，莫无极十分的高兴。父亲，你们没事吧？莫青云赶忙上前关心地问道。我没事，你刚刚说是陈先生，那恐怖的气息是陈先生爆发出来的吗？莫无极有些不敢相信。当然是了，是陈平救了你们。莫青云点了点头。莫无极看着陈平，虽然境界提升很快，已经散仙境5品了，可刚刚那爆发出的恐怖气息，怕是散仙境巅峰都达不到吧。在震惊中，莫无极也是兴奋不已。有了陈平在，他们墨家可以在二重天横着走了。随后的日子里，陈平一人一剑，横扫二重天的各个势力。二重天在陈平的威压下，终于恢复了平静。因为墨家和八殿有陈平在后面当后盾，直接成为了二重天的2个最大势力。两家直接瓜分二重天，并且两家关系走得十分亲近。毕竟莫青云和霍晶晶都是陈平的女人，两家也自然走得亲近。处理完二重天的事务后，陈平决定前往三重天。莫青云与霍晶晶得知这个消息后，脸上露出了为难的神色。他们知道以自己目前的实力，根本无法前往三重天。三重天的仙气更加浓郁，法则之力也更加狂暴，没有足够的实力，进入三重天就如同羊入虎口。不用担心。陈平看着两人担忧的表情，微微一笑。他手中的斩龙剑光芒大放，剑身上的金光不断闪烁。陈平深吸一口气，调动体内全部的力量，朝着虚空斩去。